吻博比吻嘴更撩，曾舜晞突袭白鹿，甜诈片场。在芸芸众生的荧幕爱情中，总有一些瞬间如雷霆击顶，直戳心弦。临江仙的一段花絮视频意外地点燃了万千观众的心，那一拉那一吻不仅成了当下社交平台最热的讨论焦点，也开启了千年宿命恋的情感大门。突袭的吻撩动的不只是脖梗，短短几秒的吻博拉一片段不仅甜得令人窒息，更是一场视觉与情感的双重暴击。曾舜晞毫无预警地扯进白鹿，低头吻向她的颈侧，这一刻如同命运的牵引，没有排练，却自然得令人屏息。这不是一场吻戏，这是爱意的爆发，是角色灵魂的碰撞。吻脖子比吻嘴更致命，网络彻底炸裂。当片段释出，评论区瞬间陷入狂欢，网友的热情如潮水般涌来。我都替白鹿脸红心跳了，吻嘴我还能忍，吻脖子我直接原地去世。谁说古装剧不能拍出偶像剧的感觉？导演求你别剪这个镜头。短短一幕让人上头，全网开启疯狂二创模式，粉丝们甚至为这段情节写出了上千字脑补小剧场。情感深度隐藏在动作细节之中。这场突袭式的吻并不只是为了吸引眼球，而是剧情推动与人物心理发展的完美融合。白九思对李清月的情感早已无法压抑，这一吻是情感的火山喷发，是神性与人性的拉扯。那一刻，他不再是神，而是一个痴情的男子。宿命交织的爱恋远不止表面甜蜜。临江仙并非只是简单的古装爱情剧，它背后是命运、牺牲与轮回的深刻命题。白鹿饰演的李清月与曾舜晞饰演的白九思，表面看是一段强者与弱者的纠缠，实则是前世恋人的再度重逢。那份爱在宿命之中燃烧，在千年之后延续。观众为何如此上头？因为真实。在众多剧集中，临江仙的花絮之所以让人疯狂，是因为它给了观众真实的感觉。这种真实不是生活的琐碎，而是感情的纯粹。那一刻的靠近，那一下的拉扯，是心动的本能，是深情的自然流露。千年情缘，注定纠缠。白九思与李清月其实早在千年前就是恋人，但命运弄人，他们被迫分离。如今再遇，命运却再次设下障碍，一方强大，另一方必弱；一方死去，另一方将随之崩溃。他们的爱情是无法逃脱的宿命试炼。粉丝二创火热，脑补剧情蔚然成风。他是高冷神君，她是纯真凡女，宿命之恋将他们牢牢绑缚，这成为网友脑补出的情节主线。不少人更是自发创作短视频、绘画、小说，围绕这段吻博花絮展开延伸，创造出属于自己心中理想的神凡恋。幕后默契胜过镜头之上。在拍摄现场的各种花絮中，白鹿与曾舜晞的互动频频被赞太自然，他们之间的肢体语言、眼神交流，甚至不需要台词，都让观众能感受到角色的情感。这样的默契来源于长期的合作与彼此信任。编剧与导演的情感铺垫极具巧思。吻脖子这一幕之所以有力，不仅是演员的表现，更是幕后创作团队的深思熟虑。剧情早早铺设对白九思内心挣扎的伏笔，这一吻是积蓄已久的情感宣泄。导演与编剧通过这一动作，赋予了角色更深层次的灵魂张力。临江仙未播先火，话题热度持续飙升。自从吻博片段曝光后，临江仙在各大社交平台热搜不断，粉丝数剧增。不少海外剧迷也通过字幕组参与热议，纷纷表示要追看正片。播出前就能形成如此大的讨论度，这部剧注定不同凡响。甜虐交织才是观众的心头好。爱情中最打动人心的，并非一味的甜宠，而是甜中带虐，爱中含痛。临江仙正是如此，白九思的冷漠只是保护，李清月的靠近却屡屡受伤。观众在这样的拉扯中，感受到的是情感的真实与沉重。爱过的人都懂，这不仅是剧情，而是共鸣。许多网友留言，看到白九思，我就想到那个我爱过却得不到的人。李清月的眼神太熟悉了，我也曾那样看过一个人。这部剧让人代入，让人哭，
让人笑，更让人在夜深人静时反思自己曾经的爱。白鹿与曾舜晞再度证明颜值与演技并存。白鹿的古装扮相一向深受喜爱，而此次她在情感表达上的细腻处理更令人惊艳。曾舜晞的表演则从容不迫，精准把握白九思的复杂情绪。他们的合作如同命运安排，让人无法抗拒。一吻千年，观众为何如此投入？那一吻不只是情感表达，而是剧情的节点，是命运的分岔口。观众投入其中，是因为这场爱情似乎比现实更真，比梦境更近。那种撕心裂肺的情感，在每一次眼神交汇中蔓延。一段剧集，一场情感的启示录。临江仙所展现的爱情，不仅是两个角色的缠绵悱恻，更是每一个观众情感世界的投影。这部剧之所以能够引起如此强烈的情绪共鸣，正是因为它触及到了爱与不得的核心。在我们现实生活中，有多少人曾经在感情中努力靠近，却终究无法真正拥有对方？剧中的白九思与李清月正是在这种靠近与错过的命运交错中挣扎。他们的爱像是一场无声的呐喊，穿越时空，却永远差那么一步。当观众看到他们一次次靠近，又一次次被命运拉开，内心的那道旧伤也仿佛被重新划开。这不是一段单纯的爱情故事，而是一次心灵的对话，是一次自我情感的觉醒，提醒我们，爱或许不总是圆满，但值得被铭记。未来还有哪些惊喜？敬请期待。临江仙的精彩远未结束，接下来的剧情将继续挖掘角色内心更深层的挣扎与情感动荡。据悉，不仅有更加令人心碎的诀别桥段，还有意料之外的真心告白，甚至在宿命的漩涡中，一线反抗的光芒逐渐浮现。观众不再只是看一对古装情侣的爱情起伏，而是在见证一场灵魂的成长。特别是在现代社会，很多人面对感情选择时会陷入理智与情感的对抗，而临江仙恰恰在用故事的方式帮助观众理解，真爱可能无法避免痛苦，但唯有经历挣扎才能体会爱的深度。每一集的展开不只是情节的延续，更是观众自我内心世界的一次延展。而正是这种情绪的投射，才让人一次又一次的期待下集播出。唉，从不温柔，却最动人。真正深刻的爱情，从来都不只是温柔的呢喃，而是含着泪水的坚持，是明知会痛却仍愿意靠近的勇气。白九思与李清月之间的感情，充满了拉扯、误解、痛苦与无奈，但正是这种复杂与不完美，让他们的爱显得如此真实可感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常常希望爱情如童话般美好，但事实上，越深的爱越伴随着更多的考验与牺牲。临江仙的叙事提醒我们，爱一个人不是占有，而是愿意为他承担风雨，不是永远顺利，而是即使知道会失败，也选择坚持。当白九思放下神性，只为靠近李清月一瞬时，他早已不是高高在上的神，而是与我们一样，在爱中挣扎与成长的人。这种痛并美的情感表达，最能打动人心。感谢每一位观看到这里的你。你是否也曾有过一个忘不了的人？一段即便过去多年，仍然会在深夜回忆起的感情？临江仙之所以感动那么多人，是因为他说出了那些我们不愿说出口的情绪。那种明知无果却仍放不下的牵挂，那种一次次靠近却又不得不后退的心碎感，剧中角色经历的一切，很多人都曾有过共鸣。当我们看到李清月眼中的委屈和坚强，白九思的冷漠与克制，我们仿佛也看到了自己在爱里曾经的模样。所以，谢谢你愿意看到这里，也谢谢你愿意在这些画面中重新找回曾经的自己。你可以在评论区留下自己的感受，让我们一起将那些沉默的爱说出口，写下来。也许你会发现，原来你并不孤单，原来每一份深情都有人懂。点赞、留言、订阅，下一期我们继续追爱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剧情解析与花絮解读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分享给更多朋友。点击小铃铛，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关于临江仙的幕后故事与感人瞬间。下期再见，愿你在每一段爱中都能勇敢如初。